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波兰怒砸23.5亿美元打造抗俄无人机墙，美乌谈判结束，和平协议执行顺序将达成一致。俄军的进攻不但没有取得预料的进展，反而导致自家腹地失守。根据独立媒体 Ostra 及当地居民的报告，12月29日凌晨，俄罗斯南部城市麦科普市发生爆炸，附近机场同样遭到袭击。麦科普距离目前的战线近300公里，离乌克兰控制区近450公里，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打击范围正越来越深。除了麦科普，位于罗斯托夫州的新沙赫延斯克炼油厂在几天前同样遭到重创，乌军直接动用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对其精准点名，炼油厂当日便成为了火葬场。另外，比尔格罗德的基础设施也在乌军的持续轰炸下遭到严重破坏。不难看出，乌克兰的策略非常明确，通过摧毁后勤和重工业，持续削弱莫斯科侵略储备。外交战场上，乌克兰也在发力。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，乌克兰专家首次参与了中程多洛斯2025作战演习。这个演习作为北约第5条的关键一环，几乎是明示普京，一旦俄军的军事行动继续往欧洲深入，那么等待普京的将会是整个北约超30个国家的恐怖反击。视角来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，特朗普与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终于落幕。不过会谈结束后，双方并没有立刻休息，而是马不停蹄地与欧洲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欧盟代表悉数在列。根据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的消息，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正在就和平协议的执行顺序达成一致。什么是执行顺序？谁先停火，谁先撤军，都大有讲究。因此，特朗普才会放话表示，他的下一个电话将直接打给普京，与其商讨执行顺序的具体内容。目前来看，俄乌局势已经来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，是战是和，或许就在这几个电话之间。在和平还没降临之前，波兰已经做好了将俄军拒之门外的准备。根据英国卫报报道，波兰国防部次长汤姆契克表示，波兰计划斥资约23.5亿美元，在东部边境打造一堵无人机墙。这套无人机墙不仅有先进的电子干扰，还有机枪、火炮和导弹，足以保证波兰在24个月内彻底封死东部领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项计划是针对今年9月10多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而提出的。当时波兰不得不派出战机升空拦截，机场也被迫关闭。很显然，那种如影随形的威胁，波兰不想再体验第二次。目前，波兰军费占 GDP 的 4.7%， 位于欧盟第一。不少人质疑波兰是在搞军事扩张。对此，汤姆契克直接怒怼：要知道，乌克兰将 GDP 的 40% 用于战争，现在是花 4% 预防战争比较好，还是以后被迫花 40% 去拼命比较好？除了修墙，波兰还在推行东方之盾计划。这项计划将为波兰打造发达的物流枢纽，确保一旦有战争发生，防御器材能在数小时内填满边境。波兰很清楚，只要乌克兰还没倒下，欧洲就暂时没有全面战争。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，克里姆林宫的目光很快就会锁定欧洲的其他角落。在此之前，波兰必须有足够强悍的手腕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